起！细将，这是他仔细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你给我走！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着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的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敌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！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，老子苏长河。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执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了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
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隐形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姓过穆，也姓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颖首领苏沐雨，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唐林月，
这棋局，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。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沈爷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沈爷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无雨，风吹心动。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着呢嘛。10两银子，我让那家伙
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下一位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苏沐雨继任苏家家主之后，去南安城开药方。是，我们派了一群人监视，但都被发现了。有人出手废了那群人的武功，似乎是要给个警示。而我们现在只敢在南安城外派几个人守着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那苏昌河呢？他回到了暗河，看架势就是冲着提魂殿去的。但是三官早已经离开，他收服了留在暗河的3家弟子，随即便离去了。传信给三官，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相见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要跟他们合作了吗？桀骜不驯的剑，虽然难以掌控，但若能握在手中，才能够成就真正的霸业。你那18剑阵是真的厉害，我在远处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剑意了。但是你放出的剑要怎么收回来呢？现在这把伞是昌河找了搬家之人为我特制的。以前杀人使出18剑阵，用的都是普通纸伞，不仅容易坏，每次用完还得自己把剑捡回来。不是我说，你以后若迫不得已用这剑阵去杀人，那岂不是还得从一具具尸体里把剑给拔回来？哼，世间哪有你这样的杀手啊！完成任务即可，他们已死，也看不到我这般简剑的模样。哼，我以后啊，一定多接些任务，存钱给你定制一把好伞，要不然和你合作出去杀人，多丢人啊！给。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好人。昌河说，这不是一个刺客杀完人后该有的模样。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呢？
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我不饿。忙了一日，怎会不饿？我今日啊，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姐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沈一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？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得这么难吃，我不吃。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沈一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苏沐雨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沈一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沈一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沈一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使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，我呢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沈一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
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。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剑饼啊！太好吃了！苏沐雨，快，你也快尝一块。这都等老半天了，还不出来？公子真的还在出来了，好了！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什么？我还没成亲呢。骗你的。你呢？是最近肝火太旺，去那边排队，一会儿让苏公子给你拿点菊花茶回去泡泡。好。粘着我腰来了。哎，牌子上写了，1日接诊30，今日名额已经满了。想要看病，请明日早些再来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许久不见了，谢先生。今日不看了，你们拿好今日发放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今日怎么这会儿就不看了？这个人啊，是来看诊的，他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，若是你们再不走，染了病，可就不好喽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。这位乃是山前书院现任院监谢轩。如见仙，我来此地看书，察觉城中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，便想着来看一眼。你就是那个从来都没有练过剑，但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新百草的小师叔。辛先生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我和司空长风平辈，司空长风乃是辛先生的半个徒弟，那神医比我足足高了2个辈分，我得喊你一声师叔祖。师姐，见过白神医。嘿，原来我这么了不起的吗？没想到还能在南安城遇到谢先生。先生来此，是特地前来找我的吗？想知道你来南安城的目的？不是为了杀人。那便无事了。难得见面，不如留下来吃顿饭。难得见你笑一次。客官，没有。姑娘，来份刚出炉的桂花糕。看姑娘面生，是来南安城玩的吧？不，寻人。哦，寻人。你慢用。
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识。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，城主，城主，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二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月西花神剑法，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，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冻出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铁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，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西花城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情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我和李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祖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，走。嘿。好香啊！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，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，
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，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，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我知道李城主为何来此。放心，暗河来南安并无任何目的，只是神医在钱塘的居所被知道了，所以换了南安居住。而我需要神医的医治，便跟着一起来了。那日在九霄城相见，我以为就算不能如你所说解散暗河，但暗河新的大家长会是你来做。可是到了最后，是苏昌河做了暗河大家长，而你却来到了南安城，远离了暗河。这不仅不是苏昌河答应我的结局，还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局。李城主对昌河的偏见还是很深啊。偏见？谢轩说过，你那位好兄弟，虽不是这世上最恶之人，但一定是这世上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还能如此用？你有点喝多了。这都是他的原话，我只是复述。堂堂雪月剑仙，竟然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更糟糕的是，另一个说我坏话的人，好像也在这儿。剑仙之剑，浅尝辄止。再次相见，要叫你一声大家长。雪月剑仙客气了，叫我小山河也行，亲切。你欺骗了我，我决定要在这里杀了你。我本就不喜欢长风的决定，暗河这样的组织，根本不用存在于江湖之上。苏沐雨当大家长就可以存在，我一当就要斩草除根了。哼，看来我在江湖上的风评真的有点太差了。你的代号就是你在江湖上的风评，送葬师。难道你觉得有哪个字眼听起来吉利吗？曾经的暗河或许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但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？不再为杀人而活，不再活在阴影之中，还能行走于江湖之下的暗河。你们想如何改变？这就是我们的事情了。怎么，雪月城身为江湖第一城，已经霸道到不允许其他任何门派的存在了？我本就懒得管，也不想管，只是答应了长风罢了。就当是你们给了我一个承诺，若之后的暗河还如之前那般，苏昌河，留好你的脑袋，我会来取。那苏沐雨的呢？他的头呢？为什么单单只取我的？也一并取了。呵呵。
这个死书生已经来了，我也不必在此多留。看到某些人很晦气，有机会再来找你打架。原来是找我打架的呀，那还是不见了。凶婆娘！听闻暗河执三鬼和送葬师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我觉得你和他是完全两条路上的人，但今天看见你们，我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，便明白了几分。什么话？隔窗闻漫雪，咫尺若天涯。是说我们两个人虽然相隔很近，但其实相距甚远。不，你们之间的咫尺与天涯，仅在一念之间。希望你们这次的咫尺能走到最后。饭已经吃完了，酒也饮尽了，他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知道当初为何几位家主完全无视暗河的规矩，却依然要抢到这绵龙剑，才敢升登大家长之位吗？绵龙剑上必有技巧，剑柄之中藏着东西。黄泉当铺。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秘密？我只知道黄泉当铺里放着好东西，很好很好的东西，值得我们去探一探究竟。我们要带领暗河到达彼岸，洗脱杀手组织的污名，不再以杀人为生，成立一个立于光明之下的门派。最重要、最初始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钱啊，苏沐雨。暗河那么多年的钱财都不在驻地，那能在哪儿？自然是这黄泉当铺。那我们动身吧。那你在南安城的日子就要在今夜结束了。本就幻梦一场。
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持伞避阳。黄泉的鬼差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，看起来比我们暗河还要渗人。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。暗河大家长，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们要来此。那便还请大家长和苏沐雨家主上船。公子便是这一任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公子怎么如此冷漠？是因为与小女子不相熟吗？这样，公子可愿多说一些。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变脸？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真给我搞糊涂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衣。见了鬼！穆家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啊。我们一个叫持伞鬼，一个叫送葬师，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有趣。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就是这黄泉当铺的主人？等等等等等等！算不清楚，不算了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
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